思其理囊，脑转曾入玄，方见良物。长河辅道，曲桥入室，新朝廷，坐于湖底，尽心与君，不起一搏。你以为陈毅能救你？虽言若你以为修行我的功脑法转曾入便玄，能取而代之？见良物，思其理囊，脑转曾入玄。你以为有幽冥护你，你便能修我功法？别做梦，唯有臣服，才可得永生。蝼蚁厌为，听吾之令。妖怪，快走！快走！逃出护心林。天呀！快走！走！妖怪，逃护心林，逃护心林。护心林，护心林。斩了黑花！斩了黑花！斩掉黑花！他若斩花，你必死无疑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妖怪，天瑶，你方才做的不错，就应该这么干脆利落。
并不可怕，比起之前等死的日子，我一点都不难过。天瑶，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难受？燕辉，你会好好活下去。天瑶，你怎么回事？燕辉，你别怕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会好好活下去。自从你我相遇以来，你曾多次施恩于我。若能以此命换你余生，也算得偿所愿。换明朝，就可惜又或者有人愿意用他的命来保我的命，是说用你的命。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。发染尽离丝，闲情两寄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轻拂散离落雁会笑声。燕辉，我现在将尸骸就献给你，他会替我护你性命。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，黄昏醉了相思，风拂过一声叹息。此生一瞬间只为希望去完身体后，你的人生都能平安顺遂。那时候，你知道我根本就不会死，你是拿你自己的命去和素影拼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怕你不愿意接受。年年日四月，终难成全。青山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聚散从容，细数相识，烟雨无尽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也会，死亡真的不可怕。死亡真的不可怕，我不难受。怎么可能不难受？不要！以后你就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了，吃你想吃的包子，去你想去的地方。为什么长得这么快？为什么长得这么干脆利落？天呀！方才一针，才可换。此刻相拥，不别不见。你就别怪我了，你就别怪我。怪你，我不怪你，你不要走。我还想跟你一起去吃好吃的包子，我还想跟你。水尽人间，春风来一
了来路。回首几度过往，寻找你曾经模样，只手下看经年，人间繁华依旧，思前有时。花没了，天阳，天阳，天阳也没了。耀辉，以为一条偷偷汹涌，情不自禁温柔。天阳，我是真的喜欢你的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我是喜欢你的。洒满星空，信念的梦，让夜晚。你踏入心里之前，我就喜欢你了。你踏入心里之后，虽然我怕你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。当我从青丘王宫里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已经彻彻底底没有后路的喜欢上你了。可是我再也无法亲口跟你说这些，怎么办啊？这只是在梦里。你再也听不到我说这些话了，是不是等我醒了就不讲了？我不要醒。这不是梦。都在梦里了，你还骗我？真的没事。播完了没？播完的话，赶紧上药了。你怎么也在我梦里啊？你不认得我了？这才几天没见面，真的是。你干嘛？不凉吗？这真的不是梦？真的不是。耀辉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抱歉，
他还活着，但是如果你再不上药的话，你的头发可能就活不了了。头发？我的头发哪儿去了？可能是我的龙焰在斩断黑气之时烧到你头发了。还会消失吗？不会，肯定会。你这药有用吗？陈玉亲手熬的，先试试看吧。多涂点儿。那可不得多涂点嘛，毕竟我们3个人之中，应该没有人有秃头的经验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话说的，要不是我力挽狂澜，你是护心灵都归不了位。护心灵又回到我体内了。你这头上黑花都斩了，可不就能还灵了吗？闹得你死我活的。唉，果然啊，我还是比较擅长做这种事。是了，还有这个办法？这个世上除了我，还有谁能同时拥有盐和能？护心灵在你体内，若被他人知晓，恐怕会在日后为你招来祸端。我此前并不知你心意。好肉麻。若能以我生死换你死后安宁，自然最好。你们最应该感谢的人，不应该是我吗？啊！我穿越了山河大海10万火急，干回来就是为了救你们。好，谢谢你。多谢。你俩这姻缘呀，这到底还是得靠我撮合。你在给他幽冥赋时，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了真相。我被他关在水牢里，发现福音宫殿的水竟然有他记忆的残像。我能看到他记忆里跟我相关的过去。此子天赋异禀，如此年纪就能化影为仙，假以时日，大败长老你并非难事。影族族长优胜劣汰，能者居之。影族出此神童，本座不知是该为影城长老欢喜，还是堪忧呢？白晓生就是神使预言里的恶童，他今日能欺凌同伴，明日必将能屠尽影村。那我把他远远的送走。不行，唯有献祭尊者，影族才能避免灾祸。母亲，母亲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
影妖的身体能够阻隔世间万物。他为了避免被外物所伤，利用我的真身，制作了一件黑银斗篷。我是怀璧其罪。有了这件影袍，我就可以修复我的身体，再也不用担心被他所伤了。福音似乎被某个高人打伤过，他惧怕这个人再次出现，所以才要借助影袍的力量来保护自己。可惜我看不到那份记忆，并不知他是如何被打伤的。我20年前确实在龙谷打散过一团黑气，但我并不知道那是谁，也不知道伤的是否是他。你现在真身还在福音手上，那你来找我们，他要害你岂不是很容易？他对我另有图谋，要是我真的身亡的话，他也不会好过。不过，我却可以对他做点什么。什么？报仇，不然我还能想做什么？多亏了这件影袍，不然又要和20年前一样了。千年玲珑，若能取其内丹灼炼功，从此以后，世上玄妖再无可伤我。放在那黑剑好生奇怪，到底是何物？玲珑之火。长兰，尊者，玄妖两界3重山之争，何时能起战事？青丘之中，都已经中了我的幻术。陈新山林飞，我本想将他斩于青丘，挑起两界的纷争。可是现在想起来，我认为把他留着，可能更有大用。待他回到玄门之日，那就是玄妖两界开战之时。很好，你做的远比白晓生更好。尊者，白晓生恐怕一生一幸。无妨，由他去吧。你倒是跟长兰长得是一模一样啊！你倒是跟长兰口中所说的不太一样。我来。你被他囚禁这么多年，他还会在你面前提起我？他跟赵玉在议事的时候，偶尔都会提起你的名字。在我神识清明的时候，我有听过几句。想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。大国主，我此番来寻你，是有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？我在福音的识海中见到了你的身影。
我想问大国主，当年到底是怎么封印他的？其实当年，并非是我一人之力把他封印的，而且，他也并非封印在识海之中，而是封印在陈新山青广真人体内。青广真人，那是我师祖。他不是在蛇可摘星辰上闭关吗？当年雪岭他为了要阻止四处作乱的福音，独自去修行幽冥符，打算让自己成为黑气之主，然后将其吞噬。他意图吞噬福音后，在黑河原了结生命。可是，雪岭终究没练成幽冥符，反而因此坏了根基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喝一点。但福音四处作恶，不能再放任下去。他只好去信青广，请求相助，欲合我们三人之力，封印福音。我在旷野上见证，雪岭造罗盘吸纳黑气，青广压阵。阿姐，相隔100年，你唤我前来，是愿意回到我身边吗？福叶，黑气肆虐，已然伤及无辜，我不能再眼睁睁看你继续下去。我尚未找到破解黑气之法，如今只能将你暂且封印。你骗我！没想到你叫我来是来封印我的，你骗我，你骗我，雪莲！乾坤有极，
我此前在罗盘里看到的景象，原来是秦广，他以他的身体为容器，封印符印，而雪岭他在那个时候所受的伤，也都彻底耗尽了他。他走了以后，我就依照他的心愿，把幽冥符封印在屏风之中。但是雪岭他到临终之际，也还不知道怎么去破解黑气的方法。他只知道，修炼幽冥符的话，便能以黑气去破解黑气。而秦广，他回到陈心山，便一心压制在身体里面的符印。后来20年，我才知道，他彻底已经把自己封印了起来，在守可斋星辰里面。我猜，这跟符印脱不了关系。原来凌霄每年都上守可斋星辰，是为了帮氏族守镇。这些年来，其实我一直都在寻找怎么去破解黑气的方法。15年后，我终于知道怎么去击杀黑气的妖术法。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长兰成了符印的信徒，还学会了通术。15年前，不正是长兰献祭了幻妖一族，打开了符印识海入口的那一年吗？15年前，之前符印被关在守可斋星辰的时候，恰好让我有一段自由的时间。那个时候，我时常在他识海里寻觅，但是从未找到过他。直到15年前，他再次出现，告诉我，我有了一个新盟友。之前我不告诉你们，是因为不敢与符印彻底翻脸。大国主，这毛比金不是说过新修的双生子第2个应该要被关起来的吗？所以他怎么出来的？又是怎么成为符印的大将来祸害你的？这要说到更久远以前的事。我们虽然是双生子，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存在。后来在先王离世后，赵玉他告诉我，他不忍心再看长兰受苦，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我是还有一个弟弟的。那个时候，我和雪岭刚刚成亲。经过商议之后，我们就决定让长兰永远的离开这个地牢。可是他跟我说，他不想待在青丘。我也特别理解，就放他离开。后来我知道他去了洛川龙谷那边，一直在那里生活。我听说他在龙谷很好。那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说来，他也算是你的旧友，怎么连你也打？长兰，他来洛川龙谷之时，并非是会如此行事之人。我的赤焰龙牙亦有他的一份祝福。难道是因为你遇见了素影？他那时的确劝告过我，让我不要轻信素影，但我并未听进他的话。他或觉失望，便离开了龙谷。此后我与他再未见过。不管他后来变成什么样子，反正他现在在做的事情，就是收集天下暴戾邪恶之气，助他变强。天下暴戾邪恶之气，那是什么？怎么收集？引人向恶，发起战争。如果想要阻止符印回到这个世界上的话，第一步一定是先阻止长兰。那我们得赶紧回青丘王宫。现在想想，
长兰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了挑起玄瑶两族之间的战争，好让他放出黑气之主。我们必须带大国主尽快赶回去，来戳穿长兰的阴谋。凌妃说，长兰要刺杀他，他回到玄门大营，肯定会召集兵马来战，大难将至。而且，你的护心灵刚刚归体，还需静坐调息。你也要好好调息。林飞长老，林飞长老！你笑什么？看你抱成这样，挺好笑的。其实啊，我离开的时间也没有很久，但是我可是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哦。我可真是对你情根深重的。怎么样，你呢？你想我吗？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，当初就不会喜欢你了。白小生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不考虑。好吧，我承认，天耀这个人是真的挺不错的。等你们分了，随时来找我，我绝对把正宫的位置留给你啊！时候也不早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不休息了，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道别？你不跟我们去青丘王宫了？我要去把福音在这个世间的入口给封印住，阻断他跟长兰的联系。到时候你们去青丘对付长兰的时候，就会简单许多。你一个人去吗2个？2个？一个我自己，一个我心里的你啊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，走了。哎，溜得真快。耀辉，天耀，我给你做了一个小发冠，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？真好看，这发冠正好可以挡住我的秃头。喜欢。那我帮你戴上。以为一条偷偷汹涌，情不自禁温柔。我这一双阅人无数的双眼，果然还是没看错呀。一个人，时光走慢，点滴都是情书，洒满星空。天耀，信念在我们玄门，只有丈夫才能为妻子挽发。那你我们不是已经成亲了吗？在月色朦胧的铜锣村，告知了亲人。在巍峨的青丘大殿，晓遍了天下。月辉，你知道吗？送出婚书的时候，你便是我的结发之妻了。那你说话算话。说话算话。洒满星空，信念的梦，
这事定了，一辈子的。走啊！我不曾怀疑，爱的真谛第一是你。我多幸运有你。